光刻机领域取得新突破，中国何时才能有国产光刻机？取得技术突破后，外界反应如何？中国光刻机离国外差距还有多大？据媒体报道，近日中国的一家半导体企业成功攻克了一项半导体产业内的关键材料，研发出了属于中国自己的光刻胶，这让中国离自主生产先进光刻机的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据了解，光刻胶又称光致抗蚀剂，是指通过紫外线、电子束、离子束和 X 射线等的照射或辐射，其溶解度发生变化的耐蚀剂刻薄膜材料，在光刻工艺过程中用作抗腐蚀涂层材料。在半导体材料的表面加工时，若采用适当的有选择性的光刻胶，可在表面上得到所需要的图案。一直以来，中国光刻胶生产水平与国际相比差距较大。尽管紫外线副胶已经实现国产化，紫外线正胶也达到了1微米的水平，但主要的生产应用大部分还是依赖进口。随着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光刻胶的需求量也年增长率35%的速度快速增长，10年内总需求量增长了近20倍。而这次中国企业的光刻胶技术突破，可以显著地提升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技术发展，为中国在半导体产业的自主性实现了重要突破。近日，中国还迎来了半导体领域的又一好消息，中芯国际成功在 DUV 光刻机上面同半导体领域巨头阿斯麦尔公司签订了延期合同。去年开始，中国中芯国际就与阿斯麦尔公司签订了一份价值12亿美元的 DUV 光刻机，但因为世界性的疫情原因，阿斯麦尔公司迟迟没有将足够数量的 DUV 光刻机交付于中国。当时有许多媒体认为是美国政府从中作梗，这次的进口 DUV 光刻机可能要竹篮打水一场空了。然而这次的双方再次延期合同，让中国再次看到了希望。DUV 光刻机全部交付完成，将会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在半导体领域提高经济利益和开拓消费市场。2022年的今天，光刻机依然是中国的一大隐痛。中国需要一台高端先进的光刻机来为中国的信息时代创造出一条通道，而西方国家的不断垄断更是让中国下定了在未来实现不依赖进口、自主研制光刻机的目标。2019年5月16号，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华为、中芯国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及其70家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命令未经批准的美国公司不得销售产品和技术给名单之内的公司，同时禁止一切美国公司与这些中国公司进行投资交易，并限制所有美国芯片和软件服务名单中企业均无法使用。这对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发展是巨大的打击。无独有偶，2020年5月16号，美国变本加厉升级制裁，主要针对华为芯片业务。美国商务部决定将华为的临时许可推迟到2020年8月13号，再度推迟了90天。同时宣布，所有使用美国制造设备的外国公司，在向华为或海思等附属公司供应芯片之前，都必须获得美国的许可证。随后，在2020年8月17号，美国实施了第3轮制裁，直接限制了华为海外采购外国制造商使用的美国技术制造芯片。可以说，美国的3轮制裁次次直击要害，同时也充分暴露了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劣势。中国没有一台高端的光刻机，美国的3次制裁在中国产生了极大的舆论。很多中国人民都不理解，为什么中国连原子弹都能自主研发制造，却在光刻机上被人卡住脖子？难道光刻机比原子弹还难造？如果说煤炭和石油是工业时代推动国家前进的发动机，那半导体技术就是信息时代国家生存的根本。而一枚小小的芯片就是半导体技术领域中最顶尖的一座高峰。这枚小小的芯片包含了人类在数学、物理、化学、材料学等多个基础学科的精华，被誉为人类顶尖工业皇冠上的明珠。要说真的有什么能与之一比，也就只有作为飞机的心脏航空发动机了。要制造出先进高端的芯片，就离不开光刻机。光刻机是在比头发丝儿还细小千万倍的地方挑战波光、激光波长和量子隧穿的极限，对精度有着极高的要求。对于五常中起步最晚的中国来说，光刻机就是横亘在技术自主道路上的高山。虽然中国在近年来的科学技术上进步非常之大，
但在半导体领域的发展依然在缓慢前行。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独立自主的国产高端光刻机。近年来，中国在各个方面快速发展，国内媒体也是报喜不报忧。中国人民看到了，也切身体会到了中国快速发展带来的生活改变。但我们必须承认，在一些尖端领域，中国依然与西方国家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而这其中就有光刻机。正是差距才能更好的进步。那么，中国在半导体领域到底发展到了什么阶段？中国的光刻机到底与西方国家的有多大的差距？根据中国半导体领域的文献和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最先进的光刻机制程是90纳米。90纳米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是西方国家的半导体公司在20世纪初期就已经掌握的技术。通俗来说，芯片的制程越小，在相同面积下能塞下的晶体管数量就越多。芯片内部晶体管数量越多，芯片的性能也就越强。那不是中国90纳米的芯片完全没用了吗？也不是。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由电子管制成，占地170平方米，每秒只能进行5000次的运算，功耗达到了150千瓦。而如今，高端的芯片可以让每秒进行上亿次运算，只在一部手掌大小的手机上运行。所以，无论多大制程的芯片都可以用。只是90纳米制程制作出来的手机可能就会与一台电脑相当，并且还得插电才能使用了。虽然听起来有点心酸，这差距不是一般的大呀，但这就是中国半导体领域目前遇到的困境。我们反观西方国家的光刻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艺是台积电和英特尔的3纳米 EUV， 而做到这个工艺全都要靠阿斯麦尔 EUV 光刻机。没错，就是我们前文提到的中国中芯国际续约的光刻机。目前中国能生产光刻机的企业有5家，最先进的就是我们前文提到的90纳米制成光刻机的上海微电子装备。其实中国很早就开始了光刻机的研究，在1985年就成功研制出了一台投影光刻机，算起来也只比世界先进水平落后6年。但之后，中国光刻机的光源波长被183毫米彻底卡死，限制了光刻机技术的突破，导致了中国光刻机长时间的发展停滞，也逐渐与世界先进水平拉开了较大的差距。中国的光刻机到底落后了多少年呢？根据相关技术领域专业人才的分析，大概落后了30到50年。落后了如此之久，中国的光刻机领域还有希望吗？答案是有的。所有的工具都是由人类设计和制造出来的，物理定律和数学逻辑，无论是在荷兰还是在中国都是一样的。如果荷兰可以做到，那么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理由以正确的方式失败。中国是一个科技强国，是世界上专利申请最多、研究成果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第2大研发支出国。中国只是需要时间，并且追赶比创新要容易得多。世界的半导体技术已经趋于成熟，发展创新已经放缓，而中国近年来在光刻机领域一直在不断的突破创新，中国正在迎头赶上。如果一场科技革命发生了，那么不管怎么样，竞争环境都会趋于平衡。